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你最大的限制就是一直相信自己是人，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但其实，当你把自己定义成一个人，你就会开始害怕失败，害怕失去，害怕未来。今天我们就一起拆掉这个最大的限制。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当你停止相信自己是人，你的人生游戏才刚开始。这个是不是人的课题的第7堂课，然后这7堂课让我们理解那个人的角色是什么，能够脱出人的这个角色，我们的人生游戏才是真正的开始。那我们要讲一下人结构，就是人类的身份有几个幻象。人的定义就是它可以执行的最低版本的样态，叫人的定义。就是我们以为的人生，其实是我们意识场域中被允许看到的，就是最低可执行的版本，就是我们的人生。那人类的本质呢？这个人这个身份也是地球上意识平台它所呈现的一套的限制的程式码，它并不是我们本质的真相。那我们常说的那个佛就是不是人嘛，你把那个字拆开，那活出人的最高的景仰，那就是不是人。我们人类有7种的限制的程式，第一个是时间跟空间。那时间跟空间就是相信生命是有限的，就是有开始有结束。应该是说我们相信肉身体是有限的，所以肉身体会陨灭。但是我们讲的生命是无限的意识的那个生命，无关你的肉身。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肉身体，我们的躯体就当成是唯一的生命，所以才会是有限的。再来是那个情绪的绑架，就是相信情绪是自己的，就是并且让这个情绪来定义我的实相。比如说你可能吵架愤怒了，那当下这个情绪，你进入到这个情绪角色，你就被定义成你是一个愤怒的人。第3个是努力的陷阱，就是相信必须努力才能够得到。那相信必须努力才能够得到，它的反向是什么？证明是什么呢？就是证明你相信自己还是匮乏，所以你需要去努力。再来是什么呢？就是因果的宿命，就是相信有业力，那轮回或是命运都会让这个能量去推着我们走，因为因果业力宿命轮回命运是我们自身去定义它的定义，就会被这个定义就是往前走。所以因果跟宿命它也是幻象，并不是真相。我现在讲的都是回顾我们前6堂课的一个概念。那第5个是身体的错认，就是相信我们是肉身体而不是意识的延伸。其实我们的本源是凌驾意识之上的，就是意识也是一个名词，但是我们的本源是凌驾于意识之上。再来是2元的对立，可能要选边站，善恶好坏啊，我们的力量只会拿回 50%， 或是只剩下 50%。再来是身份的限制，就是相信我们是那个剧情中的角色，那个故事或剧情中的角色就是受害人，或者是很穷的人，或是你在这个角色中你当老师，或是你当官，或是你当警察，就是我们相信在剧情中的角色，这是身份的限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个身份的角色，我们是这个剧本的创造者。所以人类有这7种的限制，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好像很难跳脱出人类这个框架。那角色到玩家将我们的意识主权拉回给自己身上，就是我们本来是被那个游戏中的角色所沉浸在角色中，所以我们的力量就给出去了，给到那个角色去了。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拉回来，成为玩家，或者成为这个剧本的编导，或是写剧本的人，那就要把主权拉回给意识，把它拉回来。我们生活在这个现象中，它其实都是集体意识的编码。我前6堂课都是讲程式码、编码，对我来说这个的解释我会很容易跳出这个的框架，所以我用编码或程式码的一个名词去定义它。你也可以找到你的定义，能够协助你跳出你是人的框架的那个定义都可以，或是那个字都可以。我们的世界它不是物质世界，它是一个巨大的意识的运算的场域，它是意识的运算场域，只是集体意识的一个运算场域，它并不是一个物体的现象。那程式码的载入，我们从出生就是进入到这个体验的世界里，自动就会被载入集体意识的程式码。比如说从小可能父母亲会说钱不好赚，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你可能需要谦卑，你可能需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就是会有很多集体意识，或是我们从学校或是从各方面所收集到的集体程式码，都会一直不断的载入到我们这个角色中。那角色定义就是这些程式码会形成了我们人格，形成了我们的习性，形成了我们的习惯，
好让我们去扮演受害者，就是受伤的人，然后扮演老灵魂，或者是扮演需要被拯救的人，就是角色定义有这些现象。那拿回这个游戏的主权，就是我们变玩家了，我们就是这个剧本的编写者或是创造者。那你的世界就会任你操控，就是你就可以好好的玩你的世界，因为你其实知道你正在玩游戏，而不是那个被游戏玩的人。那玩家的定义就是我不是那个肉身的角色，我是凌驾于意识之上的源头，就是意识之上，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本源。意识的投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事件、困境，都是我们意识的投射，所以我们并不是在看世界，我们是在看自己。你现在看所有的现象，所有的好坏、人、困境，就是很好的东西、事件，全部都是意识的投射。而这个意识投射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世界，但实际上我们不是看世界，我们其实是在看自己。在这个剧本中，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肉身体人类的这个游戏世界里，我们可以透过还原法，还原跟升级是两个概念。就是觉醒它并不是下载高维度的程式或者升级，觉醒恰恰是什么呢？去卸载所有的限制程式码，全部把它卸掉，还原到我们本来就是具足的状态。所以还原跟扬升，还原跟升级，它是不同的概念。那还原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解除误会。什么误会？就是我以为我不够好，或是我以为我是弱者，或是我以为我是不丰盛的人，就把这个现象跟体验全部解除掉。因为还原成本质具足，就是无所缺，就是丰盛的样态。那你就是最好的本源，所以你一切都是好的。再来就是当我们回到意识的样态，就是变成是那个剧本的玩家，或者是剧本的编导，那我们的意识就会跟我们的丰盛本体去对齐。为什么呢？因为本源本来就是丰盛的本源，我们自己的本源，所以一切的创造都是立即的，它并没有延迟。只要我们回到意识的那个样态，拿回你主导权，你就会体验到你是丰盛本体。那后面会讲到丰盛，等一下讲到越深度，你会觉得这个人生就是毫无意义的这个样态，但实际上它就是这样走，而且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无限的丰盛。后面会讲到，像我平常如果被外界的现象所影响，那可能进入了这个角色中，那我就会问自己说，现在这个情绪它是我的本质还是我扮演中的人格？那你就很清醒了，你就会跳出去了，就是现在这个困境它是我的本质还是我在扮演的人格？那你一定知道你的本质是本质具足的，人格就是被情绪所融入的角色嘛，我是本源，我不是那个角色的人格，那你就会跳出去那个现象。这个其实就是疗愈的目的了，那你就这样自问自答就可以了。因为我现在都是这样真的蛮好的，因为你的速度很快，我们很容易进入到那个二元中，很容易，因为这个场域本来就是二元的场域，很容易会进入到二元中。那也因为我们本身就觉醒的，所以你很容易就跳脱，所以进进出出是常态，然后不用觉得你不小心进去二元了再出去你会觉得很后悔，不需要，要仁慈的去对待自己。就是当你每一次脱出二元的醒觉，你就会越往那个定着的定靠近，所以它并不是坏事。所以我们不用去排斥负面，因为负面也是我们投射出来的光，它会协助我们跑到定的位置，就是定在哪里？定在本源的位置。所以每一次的进入角色或是脱出角色清醒，都是觉醒的垫脚石，就不需要去排斥害怕进入二元的体验，不需要。那活着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现在活着的动力就是要超越现在所有的需求跟目标，全部都要超越。需求跟目标也是一个名词，它不是真的，所以连这个全部都要超越掉。那无意义的意义，就是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寻找目标，是纯粹的流动跟自发性的表达。纯粹的流动跟自发性的表达才是真正的本源。所以所有生存的意义不是为了达成什么，或者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不是为了要寻找什么样的目标，没有，它只是纯粹的流动跟自发性的表达，纯粹毫无意义的流动。等一下会讲为什么毫无意义的流动是丰盛的。所以我们的创造和生活，它不是基于使命跟目的，而是本源的意义，是对自身我们无限性纯然存在的自动运算。这个很重要，使命跟目的也是假象，使命跟目的也是我们所塑造出来的限制性的想法跟限制性的程式嘛。就是我们的创造跟生活
如果我们是基于使命或是目的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透过一个比较高维的程式码去限制自己，所以要连这个使命跟目的全部都要超越，因为它不存在。那我们的本源意识，它对我们是自身的无限性的纯然存在，它是单纯的存在，而且它是自动的运算，它并没有透过任何的外力去推动它，它是自动运算。那我们丰盛的本源，假设我们理解我们是圆满具足，就不需要努力。就是努力是什么意思呢？努力就是证明你相信你自己是缺的。但是如果你非常的确信你是圆满具足的状态，你根本就毫不费力，所以你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努力跟摆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等一下会讲一下。不需努力是不用很费力，不用去设局，不用去布局，不用去预化，就是你要非常的有计划性的前进，然后很小心很谨慎，都不需要这样子，因为你本来就是圆满具足的现象。那如果你透过这么多的介入，这么多的努力，其实只是证明什么？你的潜意识会相信你还是缺的，所以我们就会一直不断体验到缺的现象，就不会感受到丰盛。那我在前几堂课讲到，我们要过河会搭船，那你到了对岸之后，那个船就不需要了，就把那个船放下，所以那个船只是界面。我们的灵魂本身就是一个界面，所以透过灵魂来体验。那你醒觉之后，不用再被灵魂所绑架，然后去体验不同的角色，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理解，连灵魂还有我们的高我，还有我们的觉醒这些概念，全部都是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暂时界面。我刚刚讲到灵魂、高我跟觉醒，连觉醒这个名词都是，它只不过是可能比高我更高维的一个叙述或是一个界面而已。当你真正回到本质之后，这些觉醒不需要，这个高我不需要，然后这个灵魂都不需要，因为你的本质是超越在意识之上的本体。那我们如果体验到稳定，然后力量、丰盛跟圆满的时候，那个本来就是这个样态，就是这样。我们在以前上那个西塔课，在7届就是这样，它本来就是这个样态，本来就是。所以我们的稳定、力量、我们的丰盛、我们的圆满，它不是透过任何外力或是透过任何现象去推动出来的，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很相信是，当我们相信是的情况之下，你就完全的自由。所以还原的那个概念不是修行，还原是我们从来并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本源，所以就不用修行。那我没有离开过我的本源，所以就不用修行，也不用疗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场域中，你可以说这个游戏场域中，因为我们还透过肉身体、透过灵魂去体验这个游戏嘛。我们像是人的一个角色嘛，只是我们的意识本源会跟这个角色会脱开，这样子而已。就是肉身还在这个游戏中行走，但是你的意识已经可以控制这个游戏。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无缺、无分、无相的本源，就是才是我们真正的本质。那我们能够理解之后呢，才可以真正的开始玩游戏，会玩得很开心。那你说不玩游戏怎么办？不玩游戏就是死掉了，就是肉身不见就死掉，就不用玩人类的游戏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人类，以前我们还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都很缺，我们会以为我们很不好，或者我们会以为我们必须要修理、修行、疗愈才能够变成光。但是当我们理解之后，我们从未一刻不是光。我完全理解之后，你就是无缺无分无相的本源。所以当下这个现象，在你的游戏的场域中，你可以真正的觉得游戏很好玩，因为你不会被任何的现象所限制，反而你会在这个游戏中去自动显现你所谓的丰盛，就是金钱或者你要的一切。所以总结那个我不是人，就是我们是意识嘛，然后我们不是角色，我们是这个玩家，是这个样子。好，我现在进入了今天的主要的课程。刚刚是回顾1到6堂哦，我们讲一下，最终意识都要被解构，连意识这个名词都要被卸载，所以我们连玩家都不是，我们也不是玩家。上堂课我讲到那个观察者，对不对？觉察观察者，就好像是我们冥想，或者你闭上眼睛，你现在想你最痛苦的事件，然后你会想象得到，或者是你去想你感受到最美好的事件，你可能也会想得到。不管你是在你的情境中有投射出景象，或是有感觉到当时那个现象，那个感觉跟那个看见都是观察，都是观察者。但是今天要讲的是，连观察者都卸载，因为没有观察者这个东西，观察者也是透过意识所投射出来的界面。
它不是真的，连观察都不是真的。所以等一下会讲到观察，会讲到选择。我曾经有讲到，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自己是自己的造物主，因为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跟定义。那这一切都是我的框架。什么意思？就是观察者也是指你自己嘛，觉醒者也是指你自己，然后那个游戏中的角色也是指你自己，然后你脱出游戏成为那个游戏的玩家也是指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去编写剧本的那个编导也是你自己嘛，所以就是要把这个我的框架全部解除，全部卸除。因为我们因为是人，所以会一直提我。它是联动性的，所以全部都要把它卸掉。所以连观察者，连能够选择的那种选择的权利，全部都要把它卸载。因为这个都是我们透过意识去定义的标签跟界面，全部都不需要。那为什么要卸载呢？扮演玩家就是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开始从我们既定的剧本中开始导入我们的剧情，开始玩得很丰盛或者玩得很开心，可能会比较容易有优越感。你会见到还被那个剧本困住成为这个人格角色的人很多嘛，你的身边。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优越感，就是我已经脱出那个二元了，我已经脱出这个现象了，我现在可以成为我自己的主宰。但是你会看到还未被觉醒的人，他还在那个游戏中成为角色，可能我们会因为这个现象而会有优越感。这个是很敏感的哦。比如说很多人他去追求他是灵性老师，或者他可能是什么，那你在帮你的个案疗愈的时候，你的样态是他是你的个案，还是他就是你？他是不一样的观点。就像以前我在讲课的时候，学生不是我的学生，就是学生跟我，那就是我，因为他是我投射出来的那个镜像。所以在疗愈个案的时候，假设那个个案是生病的人，那我们一上线之后，我看见那个个案就是投射出什么，他就是我，然后我本来就是健康的，所以他才会因为你的疗愈，或是他会因为你的这个能量而去有所改变。所以那个优越感是什么东西呢？假设我们是疗愈的对象，你把你的学生有一个阶层的差异，那个就是优越感出来了。比如说你跟你的同学去聊天，我有一个学生怎么样，那你就是老师嘛，对吧？然后你有学生嘛？我昨天做了一个个案，你就是疗愈师嘛，那他就是个案嘛，他就是有差别，这就是二元，所以他就会产生优越感。我说的是可能，并不是一定是，但是很容易会有这个优越感的产生。所以那个扮演玩家的优越感会产生灵性小我。什么叫灵性小我？就是小我本来就是小我，只是他比较有灵性的小我。那灵性的小我会认为自己会比较崇高，或者自己比较优越，因为我们看清了角色的本质，所以我们会更加的高阶。所以我们要还原连玩家这个身份都是我们意识所投射出来的故事，我们并不是在操控游戏，我们只是允许这个游戏自行流动而已。所以要连玩家这个角色全部都要脱出，所以我们并不是去写剧本，并不是去操控剧本，我们是允许这些所有的游戏全部自行流动，不介入，让它自己跑自己动。等一下会讲，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刚刚讲到要把那个我这个框架错觉全部都要解开，那观察者也是我的一部分，对不对？我刚刚讲到嘛，我现在回到观察现象，然后我又进入那个角色了，我又怎么样，所以那个我是涵盖了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以为有一个我，他正在观察，他正在觉察，他正在决定他要还原还是要养生还是什么东西。那这个我就是一个最后一层的幻象，就是要连这个身份，所有的身份会形成一个我，这个我包括了所有的身份，全部都要卸载，它是假的，它是我们的意识所呈现出来的程式码或是界面。那我现在讲的概念是，所以你去想象你最不好的那个体验，最痛苦的体验，或是最美好的体验，你可能马上生成景象或是有感觉，你就是变成观察的现象嘛。那如果你想到最不好的现象，可是你因为那个不好的现象而起了你觉得你很委屈，或是你觉得你很愤怒，你就进入了这个情绪的那个本体，变成那个角色，变成情绪是你。所以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或者我刚讲的例子的时候，我们同时会是观察者。当我们
如果不小心被情绪牵引进入那个角色中，我们同时也是那个人格的角色，它是同时俱在，只是我们选边，就是我选择去维持我在观察的角色，而我不选择我去进入的那个角色，所以我会跳出来。但你要理解，刚刚那个景象在生成的时候，比如说你想象你最不好的样子，你在想象呈现画面、呈现感觉，那个就在观察。然后如果你进入到这个情绪中，你感觉到你很委屈，或者是你感觉到你很愤怒，你又进入到这个情绪的人格角色中，所以这是同时俱在的，同时俱在。不过我们透过我们的意识去选择我们要站在观察者的现象，这样理解吗？那你要记得，它是同时俱在，那个人格的那个角色跟观察者，我们是选择嘛？所以这个框架在哪里？还在二元中，并没有回到一元，这样理解？所以它连这个全部把它拆掉。那拆掉之后会丰盛吗？会无敌丰盛。所以我们就是在看东西的那个角色观察者嘛。然后我们同时也是被看的这个现象，就是看与被看都是你自己。一个是你看见的这个现象，然后一个是你在这个现象中你成为角色，然后你被你的后意识去正在观察你，所以它是纯粹的统一，它是合在一起的，它是合一的，所以完全不能分割掉。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会提善恶好坏黑白全部都是一体的，它本来就是融合一体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被区分。被区分是我们的选择才把它区分出来，选择善，选择好，选择光，选择什么，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刚刚讲到，连选择，连观察者，连我的概念全部都是幻象，全部解除。当我们连观察者的角色都放下，不需要这个角色了，因为这个角色也是意识所创造的一个程式码，不需要了，你才会真正的回到本源，真正的回到你的本体。所以我们在以前课堂当中一直讲到那个本体，一直讲到觉察，一直讲到观察，那个还是在意识所标注的一个程式码，还不是本源，只不过它很靠近本源这样子而已。那我今天讲的是本源，就是连这个观察，连这个觉察，连这个觉醒的角色都不存在，真正回到那个没有任何标签的现象的你，那才是真正的本源。第七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